针对英国外交部官员会见乱港头目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一事，中方表达强烈反对。然而，英国首相苏纳克竟妄称要对抗中国的所谓侵犯，中国驻英国使馆再度敦促英方尊重事实和法治，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此外，就没有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能否参与处理涉及国安案件的问题，香港特区政府1月11号在获得香港国安委支持后表示，争取在上半年完成法律执业者条例的修订工作。臭名昭著的乱港头目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将于今年9月底开审。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黎智英在狱中度过余生，本已是板上钉钉。但近日其所谓国际律师团队却频繁作妖，不仅试图钻香港法律的空子，让一位完全不熟悉香港国安法的英籍大律师代理此案，还以黎智英是英国护照持有者为由，将求救信发给了英国政府。英国首相苏纳克1月11号在议会回应议员质询时，竟大肆宣扬所谓英国有权介入香港的内部事务。他还扬言，英国将继续坚定地站出来，反对所谓侵害行为。前一天，负责亚洲事务的英国外交发展部国务大臣特里维廉与黎智英所谓国际律师团队会面，并指英国外交部已为黎智英提供了一段时间的支持。这也引起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强烈不满，并敦促英方立刻停止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有关英方的涉港错误言论，中国驻英使馆1月11号表示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中方依法充分保障香港居民各项权利和自由。同时，香港是法治社会，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应受到法律应有制裁。任何人无论是什么身份背景，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中方敦促英方尊重事实和法治，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英国执意就是很多人执意要插手香港问题，他一定要显示英国的在外交上的这种独特性、存在感，在国际上的这种话语权、影响力。但是实际上这种都是表象，实际上长期来说，无论是对中英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还是英国自身在国际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这种实际的影响力，是一种消耗和损耗。外界注意到，尽管英国政府口口声声称对黎智英提供了所谓支持，但实际上无异于空头支票，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去拯救他。英国广播公司早前披露，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曾要求与拉布和克莱弗利2任外交大臣见面，但不是被拒绝，就是已读不回。另据美媒报道，去年10月，带领黎智英国际律师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赫，曾在英国国会上议院出席一次关于黎智英案件的座谈会，期间感谢英国政府的公务员对黎智英的关注，但时任首相特拉斯和外交大臣克莱弗利都避免接见他。直到本月初，英国政府才终于同意安排外交部官员与黎智英国际律师团队见面，但却让黎智英大失所望。原本要求见面的对象是苏纳克，但最终见到的仅仅是特里维廉这样的中层官员。英国广播公司称，黎智英的一位律师曾抱怨，美国政府早已就黎智英被控发所谓谴责声明，但英国官方却从未正式表态。星岛日报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政府如此安排用意非常清晰，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他们不会为了黎智英而跟中国在外交上开战，也不会为了黎智英这个人而背负政治介入刑事审讯和侵犯中国主权的骂名。评论进一步指出，英国当然会借此事耍小手段、做小动作，甚至是在不同场合唱衰中国。但今时今日的英国可谓到处火头，苏纳克政府内有经济要救亡，外有俄乌冲突的泥淖，岂会耗费精力出手救援黎智英这颗政治气足？英国政府的说法更多的是处于国内的政治压力。这次的一场闹剧，基本上是由于黎智英的儿子去了英国，而且是跟几个反华议员进行了接触。反华议员据此在英国议会的下院直接向政府发难，因为现在的苏纳克政府它面临的是一个政治上比较脆弱、经济上比较困顿、社会上比较动荡的这么一个英国的现实的情况下，对于平衡对外政策这方面是比较弱势的。不过，仍然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在黎智英案上耍的小动作，正说明了当前国安风险复杂多变，特别要防范外国势力借机干预的情况，也从侧面证明了此前全国人大释法的必要性。
早前，黎智英企图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为其辩护。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国安法作出解释，裁定不具有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应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才能为涉危害国安罪案件辩护。香港国安委1月11号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安法第14条及第47条作出解释及有关说明的事宜。国安委将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尽快就法律执业者条例提出修订，适当处理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参与处理涉及国家安全案件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国安委发布的声明未提及修改条例的具体方案。香港律政司目前有2个方向的考量：一是一刀切全面禁止海外律师处理涉香港国安法案件，或是建立机制逐个案审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表示，特区政府应当修例一刀切，彻底禁止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喺呢個個案就唔批㗎啦，我相信係即係如果唔係，使乜搞咁多程序出嚟咧？咁以後類似嘅情況都應該就係唔會批㗎啦。法例有寫到清楚嘅時候，就冇話批唔批嘅問題啦，就我依法嚟做㗎啦。但也有香港法律人士指出，設立機制逐一審批也有可行性。當遇到涉及國安法案件或一些含國安元素案件，被告需要聘請海外法律代表時，需先獲香港國安委同意，再交由法院定奪。